哎，大哥，我快饿死了，你能给我点吃了吗？拿着吃吧。谢谢大哥。大哥，你真是个好人。哎，行了，你吃吧，姑娘。我看你长得也挺眉清目秀的，怎么沦落到在这里要饭啊？怎么回事啊？我被家里人赶出来了，我没有地方去，所以才在外面流浪的。什么？家里人把你赶出来了？你这也够可怜的，姑娘。要不这样吧，我每天都来给你送吃的，反正啊，我家也是开超市的。真的吗，大哥？那我在这等着你。没事，你放心吧啊。那我先走了。好。真好吃。这个大哥怎么还没来呀？我好饿呀！大哥怎么还没来呀？快饿死了！姑娘，哎，大哥你来了。我给你打开吧。大哥你人真好。我啊，看到你们这些流浪的、要饭的，我心里边就难受得慌。因为啊，我们家以前也有过这样的事儿。这人啊，活着都挺不容易的。你看你，小姑娘才这么大，就出来流浪了。整天也没吃的，也没喝的。你在这里也不是办法呀。那大哥，要不然你把我带回你们家吧。姑娘，其实我也挺想把你带回我家的，但是啊，家里边现在不方便，我也无能为力。我现在能为你做的，也就是每天给你送点吃的，你也别太介意啊。那行吧，大哥，你能给我点吃的，我已经很感谢你了。行，那我就先走了哈，明天还来给你送。这大哥也该来了吧？哎呀，大哥你来了。来了。对。今天拿了面包呀。啊。最喜欢吃面包了。大哥，你看这天马上要下雨了，天阴了，你要不然你把我带回家吧，我也没有地方去。那行吧，你看这两天报的还有暴雨，我看你这样儿，这也没有避雨的地方，你还是跟我回家吧。行，那走吧。走。妈。哎，哥，哎，你领回来这个姑娘是谁呀？这个姑娘是我在路边看到的，太可怜了。你看这外边快下雨了，我怕她淋着雨没地方避雨，今天晚上还睡不好，我就把她领到咱们家了。呀，这个小姑娘挺可怜的，是啊，妈，你也知道我心软，我见不得这样的事，我就把她给领回来了。你看咱，隔壁那个房间不是空着的吗？你等会儿给她收拾收拾吧，让她在咱们家住几天。可老，这一个女孩住咱家也不方便吧？妈，有什么不方便的？再说了，你不是在家吗？你们两个都是女人，
让他给你住隔壁屋也没什么不方便的。再说了，你看，不把他领到咱们家，我总能眼睁睁看着他在外边淋雨吧？是啊，克朗，你说的也对。行吧，那在咱家住吧。妈，你看你有没有多余的衣服，给他先换一身，再给他洗个澡什么的。你看他这穿的。是啊，你看穿的多脏呀，身上。哎呀，这女孩真可怜。那走吧，走，给你换完衣服去。坐这儿吧，姑娘。妈，你还真别说，这收拾收拾还挺好看的。就是，你看多好一个姑娘呀，多水灵啊，长得。是啊。谢谢你啊，大哥，还有那个阿姨，我还不知道怎么称呼你呢。我姓史，叫克郎，我也不知道我妈给我起这名怎么起的，屎壳郎。屎壳郎是吧？屎壳郎好记忆。那个，我现在还单身，我觉得你人挺好的，要不然你把我娶了吧。姑娘，你没开玩笑吧？那姑娘，你看，我比你大这么多，我们家条件也不算很好，你别给我开这种玩笑，我这也老大不小了，30、40的人了，我也没打算再娶媳妇了。克朗，你看你怎么说话呢？你怎么能够娶媳妇呢？我还等着抱孙子呢。那个，克郎，我不嫌弃你年龄大，我主要是我喜欢的是你这个人的人品。你看我在外面，你给我送了好几次吃的，我觉得你一定是一个好人。姑娘，你看，我不就是给你送几次东西吗？再说了，我们家是开小卖部的，那些零食也不值什么钱。你这回报有点太大了吧？我有点承受不起。克朗，人家姑娘都想嫁给你，你看现在娶个媳妇得花多少钱？我找都找不到现在。对呀，克郎，我那个彩礼我不要你的。是啊，你看姑娘还不要彩礼。克朗，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贾文静。行。名字也好听。行，那克朗，你俩先聊着，我去给你们做饭啊。哎呀，多好一个姑娘。克郎，你就把我娶了吧。你真不嫌弃我吗？我不嫌弃你。那行，那咱们等会儿跟我妈商量商量，选个日子，咱们俩就结婚吧。行。肯定就是这家了，这个不争气的妹妹，你看我逮着你，我不打死你！开门！来了。谁呀？出来！哥。出来！出来！哥，你是谁啊？大喊大叫的在我们家门口。你问问他我是谁？静静，这是谁啊？这是我哥，哥你怎么找过来了？我怎么找过来了？你看看你干的好事啊！要不是咱们那个老乡碰见你们两口子在大街上了，我还真不敢相信呢。你放着好端端的生活你不要啊！我给你介绍的多好的啊！那王氏集团的大公子，你有着豪门你不嫁，你嫁给这穷小子，你是不是诚心在这丢我的人呢你？啊？哥，克郎的人挺好的。什么人挺好？你知道不知道咱们家和王氏集团那个合作有多重要？啊？他家的大公子追了你追了多少年？我说说你，也是出过国留过学的人，你怎么这么没眼光？你怎么这么不懂事？哥，那个什么大公子，我都不喜欢他，你非要给我介绍，这次跑出来不就因为我不想跟他在一块儿吗？
不想跟他在一块儿。你知道不知道？你嫁给他那是要享多大的荣华富贵啊！你跟着他有什么出息？你看看他家，这是人住的地方吗？行了，现在有孩子没有？没有孩子。行，没有就好。没有啊，这件事我替你遮过去。你呀、赶紧跟我走，我想办法把你俩那个婚姻记录给你撤销了。走走走。哥，什么意思啊你？什么意思？多明显啊！我要接我妹回家。你知道我们家是多大的集团你吗？看不出来你妹不愿意吗？嘿，我管她愿意不愿意，我是她哥，她的什么事我做主。我说你真把自己当成我妹夫了，啊？哥，我们俩现在是合法夫妻。合什么法？我告诉你，你那点事啊，我花点钱就给你撤销了。你呀、全当是玩一场游戏吧，赶紧跟我走。哥，我不走，我不想当联姻的工具。那个什么集团的公子，他就是一个花花公子，外面那么多那种新女友的，我跟他在一块儿能幸福吗？虽然说克郎他没有钱，但是他是爱我的，他能给我幸福。爱你的，傻妹妹呀、爱值几个钱啊？现在他爱你，他是不是知道咱们家有钱了？他肯定爱你。哎我告诉你，趁早啊离开我妹妹。哎，要多少钱你说句话。你不要把话说的太过分了。什么？我以为你们家有钱，我本来都不知道你们家有钱的。再说了，我跟正江，我们俩的确是真心相爱的。你这样说就不对了。你刚才说的话，我也算是听明白了。你呀、就是想利用你妹妹跟那个什么王公子他们家那个集团合作是吧？啊？你呀、这种农村的人，你可能不知道，我们这两家大集团每年能创造的价值有多少，那是你想象不到的数字。啊，你能带给我妹妹什么？幸福吗？啊，就跟着你过这个粗茶淡饭的日子，会觉得幸福吗？我告诉你，趁早离开他，我给你100万。100万，100万能干嘛啊？我在乎的是钱吗？还有啊，你说你刚才都已经承认了是吧？那行，哼，我可以去告你，你这是限制他人自由，你这是违法的事情。你口口声声说你是他哥，但是你做到哥应该做的义务了吗？啊？你知道我跟你妹妹是怎么认识的吗？她在大街上在那儿要饭。哼，下着大雨，这么冷的天儿，就披了个大衣，啊，连个去的地方都没有，整天睡在大街上，我看着都心疼得慌。还你是他哥，你还好意思说你是他哥呀？没错，你是很有钱，但是有什么用啊？你妹妹跟着你会快乐吗？哼，虽然我没钱，你妹妹跟我在一起这1年来，我们俩过得很幸福。别看我现在虽然没什么钱，但是我会努力的呀。我们俩会幸福的。妹妹啊，哥就问你一句话，你确定要和他过一辈子吗？对，哥，我一辈子就认准克郎了。行吧，妹妹。既然你有你的选择，那么我也不逼你了。自从我得知你竟然流落到街头，你不知道，当我听到这个消息，我心里是有多难受。都怪我这几年逼你逼得太急了，我不该把你当做我生意的筹码。既然你找到了你的幸福，那行，那哥啊就祝福你。这么多年，可能哥对你做的最好的一件事，也就是支持你们俩的婚姻了。以前我总以为给你锦衣玉食，给你穿好的、用好的，你就会快乐，你就会幸福了。现在看来啊，哥错了。哥，你真的是这样想的吗？是，妹妹。行了，既然你们俩都已经结婚了，那就跟我回去吧。你也回去，见见我的家人。总不能你们俩结婚了，家里人都不知道吧？这样，哥啊再给你们俩补办一场像样的婚礼，行吗？行，哥，那走吧，收拾收拾东西，
哥的车就停在那边，你们俩去收拾吧，我在这外面等着你们。你说，这么多年，我妹从来没有开心的笑过，难道说我是真的错了吗？